你也喜欢用跑步来锻炼身体吗？运动的好处我们都知道，可是随着跑步的人越来越多，跑者膝也像传染病一样在慢跑爱好者之间流传开来。只要发作啦，就只能休息几天再上路。可是问题在于，越喜欢跑步的人，跑者膝通常也会越严重。虽然跑者膝休息几天就能好起来，感觉就像是使用过度一样，但其实膝盖是没有这么容易使用过度的。不然又怎么会有人类是动物界的马拉松选手这种说法呢？跑者膝正式的学名叫做髂胫束症候群，简称 ITBS， 就是在膝盖外侧往上2指幅的地方，只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痛。这部影片我来告诉你跑者膝真正的问题所在，以及我们如何用基础的动力链的观念，让你以后都能快快乐乐的跑步，跑者膝再也不出来搅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物理治疗师 Jessie。膝盖外侧往上2指幅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跑者膝患者会痛的地方。在这里有一个叫做髂胫束的东西经过。当你在跑步的时候往前跨出一步，在单脚支撑起的时候，髂胫束会被拉长绷紧；结束单脚支撑起的时候，它又会放松。所以在整个跑步的过程里面，髂胫束就一直绷紧、放松、绷紧、放松，这样来回切换。而跑者膝的问题就在于髂胫束绷紧的时候压到了这里一下，你跑1公里大概要跨出1100步，那这个位置原本有一个缓冲用的脂肪垫，脂肪垫的下面刚好有很密集的神经血管。虽然说脂肪垫本来的功用就是缓冲，但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被压了1100下，它也会受不了的。一旦这种压力穿透了脂肪垫，传递到底下神经，跑者膝就出来啦。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知道，跑者膝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髂胫束频繁的压迫到脂肪垫的关系。解题的思路也就可以从这里产生，要么减少跑步的距离，让被压迫的次数不要这么密集，但这等于宣布了你的跑步生涯就此结束了。而另一个解题方式就是今天的重点，只要调整一下你的动力链，让髂胫束从一开始就不要压迫到那个位置，就能明显的减少那种不适感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快乐的享受跑步运动啦。如果你只是想要直接知道怎么解决的话，可以直接跳到看答案。如果你对跑者膝的来龙去脉也感到好奇的话，我接下来就稍微讲解一下整个髂胫束症候群的动力链原理。如果听完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哦。要完成跑步这个动作，我们的身体需要2种力，一种是大的力，它负责提供跑步时最主要的推力和支撑力。也可以说，大的力越强越多，往前跑的速度也会越快。而另外一种力就是小的力，通常负责的是保持身体的稳定。这种力讲求的就是恰到好处，够用就好。这2种力就像是电脑的0和1一样，不管多复杂的程式都是由这0和1的组成。这0和1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道家的阴或阳，或者是佛家的有和无。我们的身体就是靠着肌肉的大小力不断的切换，才能做出各种动作。大力的肌肉我们把它比喻为1，小的力就把它比喻成0。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像这样的一张图。那这些0和1和跑者膝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想了解这个问题，我得先让你看一下髂胫束长什么样子。从解剖图我们可以看到，髂胫束是一个从髂骨出发，一直走到胫骨上方的束状几何体。那这里面包含了筋膜、韧带和部分的肌腱，所以人们才会把它叫做髂胫束，而不是叫髂胫韧带或者是髂胫筋膜。髂胫束它主要的功用是稳定你的侧链，让你的人不会往左右两边垮掉。从解剖图可以看到，和跑者膝最有关系的就是髂胫束上面的臀大肌、臀中肌、阔筋膜张肌这几个组织。在健康的状态下，0和1的分布应该是这样的：臀大、臀中是负责出力的1，而阔筋膜张肌和髂胫束是负责稳定的0。当1的肌肉没有发挥出它应该有的功能的时候，身体就会更不稳定，所以负责稳定的0就必须负担更大的工作量。所以当你感觉到髂胫束或阔筋膜张肌开始紧绷的时候，就表示臀大和臀中应该出问题了。
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找到了跑者膝的凶手臀大和臀中的不作为，让负责稳定的髂胫束和阔筋膜张肌承受太多额外的负担，而变得太紧绷。那接下来只要把臀大、臀中重新启动，让他们重新回到跑步的动力链上，像跑者膝这种因为压力异常产生的疼痛，就能马上缓解不少。到这里，问题已经差不多明朗了。简单来说，摸鱼的就操汤，过劳的就让它补休，也就是训练臀大、臀中肌，放松阔筋膜张肌和髂胫束。如果你的跑者膝现在有剧烈的疼痛，那可能表示还在急性期，最好还是先休息，再开始做复健。那如果痛很久还没好，要赶快去看医生哦。第一个动作，阔筋膜张肌与髂胫束提拉。侧躺，拿一颗球压在屁股的侧边，你可以从前面摸到最凸的这块骨头，往后2个指腹，这边就是阔筋膜张肌的地方。阔筋膜张肌作为髂胫束往上延伸的肌肉区域，如果要增加整条髂胫束的延展性，就要放松这个地方。找到痛点之后，左右滚动10到15下，再换地方。最下面就是滚到侧面的大转子就好哦。接下来是髂胫束疼痛点的放松，一般不会直接用压的方式放松髂胫束，除了会太痛之外，效果也不好，还会影响下肢的稳定性。建议可以改用双手提拉髂胫束的方式，将侧面会痛的范围轻轻提起，再前后轻轻滑动，不但可以减少周围因为发炎而产生的粘连，也可以促进脂肪垫的血液循环。这个提拉的方式很适合粘连严重的肌肉或筋膜组织哦。第二个运动，髂胫束动态拉筋，把好脚往前交叉跨，屁股往坏脚那一边推，痛的那一边的手往上延伸，将身体变成一个 C 字形。这动作在动态拉筋那部影片也有提到，想复习的话可以按右上角的惊叹号去看看。这动作可以很好的伸展到髂胫束，跑步前也可以做那一步动态拉筋来缓缓身，这非常重要哦。动态拉筋的重点就是拉到紧的时候不停留，反复20下，一天做3组。第三个运动，臀中肌单关节诱发，侧躺，下面那只脚弯曲，上面那只脚伸直，大腿往后伸，往上抬一点点，大概30度就好，然后放下来算一下。上台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加上一点大腿内转或是外转，这样可以加强刺激到臀中肌的前后纤维哦。如果有感觉到屁股后侧紧紧的，就是有练对地方。一组12下，一天做3组。这动作要尽量避免用腰代偿，尽量把意识留在臀肌上，只用屁股出力就好哦。如果臀肌失忆症的太严重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髂胫束也就是大腿外侧的出力感太强，那你可以先跳过这个动作，先做下一个动作，在诱发核心肌群之后再回来练。第4个运动，臀中与侧棒式，侧躺，手肘放在肩关节下方，大腿往前微弯60度，用膝盖顶地板的力量把身体撑起来。挺直之后停10秒，算一下。一组做10下，早中晚各做1组，一共做3组。这动作可以同时练到腹内外斜肌，也可以练到下面那只脚的臀中肌，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动作哦。第5个动作，功能性训练，把会痛的那只脚放在前侧，弓箭步，膝盖微弯20度，屁股往后推，模拟跑步的姿势。当右脚在前的时候，右手往后甩，身体往右边转，屁股往左边稍微旋转。这边要注意，脚的大拇指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，不能翻掉，让膝盖尽量朝向正前方，不要被屁股带歪，也不要过度内旋哦。这动作可以练习到臀肌的离心收缩，屁股往左边旋转，也可以拉长髂胫束，配合手甩动的动作模拟跑姿。如果膝盖还在急性期，或是做这个动作会痛的人，可以把这个动作安排到最后面，不用急着做这个动作。
先把前面的基本功熟练，再来执行功能性训练哦。右手往后甩，屁股往左后方推，左手往前甩。接着右手往前，左手往后，屁股往前推。过程中膝盖尽量维持弯曲20到30度，这动作尽量要觉得屁股酸酸的，膝盖不要过度弯曲哦。今天我们知道了造成髂胫束症候群的主要原因，就是臀大和臀中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功能，让髂胫束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帮它保持稳定。这样的后果就是让膝盖外侧的脂肪垫承受太大的压力，当这个压力传递到下面的神经，就造成了你的跑者膝。之后我还跟你分享了放松后筋膜张肌和髂胫束的方法，以及告诉你该怎么锻炼臀大和臀中，最后还用功能性训练让你的身体适应这样的发力方法，把臀大和臀中的动力链上练。如果你是个喜欢跑步的人，这几个方法就可以让你受用终身。那要特别注意一下，髋呢只是整个跑步动力链中的其中一个环节，全身的旋转、核心、膝盖、脚踝都包含在整个跑步的动力链里面。而今天我只讲了髋关节的肌肉问题，动力链啊，当然不会只有肌肉而已。如果你对动力链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可以参考一下我在好好上开的人人必修动力链，从生活到运动的酸痛预防术。我可以帮你在动力链这个厚重的铁门上开一扇窗，带你窥探这个精彩的机动学世界。运动对身体好啊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有些人呢，真的不是因为懒惰而不想运动，而是一动就痛了。怕越动啊，身体越痛。可是大多数的人会痛，只是因为一些肌肉没有参与到它的动力链中。而且啊，会痛的人真的很难体会到运动的快乐，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啊都可以学习一些动力链相关的知识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启动腘肌或下斜方肌的方法。那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。喜欢我的分享啊，帮我按个 like， 也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那些跑步就会膝盖痛的人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